最近3个月，单兵便携式导弹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简直就是上打飞机下打坦克，战果非凡呐。讲到这里，大兵不仅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单兵导弹能打航母吗？这可得好好思考思考。想要让单兵导弹击沉航母，首先我们要知道航母舰载装甲的厚度以及强度。其实到了现代，战舰所用的钢板已经没有2战期间的战舰那么厚了，主要是因为现代战舰依靠的是防空导弹加近防速射炮加干扰弹的这种防御措施，装甲硬扛呢，只能是最后没办法的办法。此外呢，随着如今电子技术的发展，便不得不在船舶内部安装各式电子设备，因此呢，今天的舰船大多是皮儿薄馅儿多。其中驱逐舰采用的钢板厚度大约为30毫米，而吨位较大的航母使用的钢板厚度呢，则是在50到330毫米之间。这主要是根据部件结构的位置以及具体使用钢板的等级而定。由于目前都是用舰载防空系统来拦截来袭的反舰导弹，所以现今的舰船已经大大降低了自身的装甲厚度，转而提升防空武器的拦截成功率。不过像弹药库、燃料库以及动力舱这些重要的地方，还是少不了采用重型装甲钢板的。另外，那些大排水量的航空母舰与护卫舰和驱逐舰相比呢，航母所使用的钢板厚度相对较大。比如说，飞行甲板使用的钢板厚度都是在50到80毫米之间，外壳使用的钢板厚度大约为30毫米左右。那些需要特别保护的位置，比如说指挥室和动力室，这2处的钢板厚度最高可以达到330毫米。毕竟动力系统和指挥系统它关系到航母的生存呢，有必要提高保护能力。此外呢，航母所采用的建造钢材也极为强大，就比如说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它的船体选用的是 HSLA-65高强度低合金钢，钢的厚度呢约为32厘米。飞行甲板则是选用了 HSLA-115高强度韧钢，厚度则大概为80毫米左右。这2种钢材呢，都比传统钢材更硬更轻，可以有效地提高福特号的工作负荷和稳定性余度。此外呢，它水下部分钢的强度和厚度还要更大一些。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航母的装甲也太脆了？现今随便一款坦克的装甲厚度都可以碾压它。这是对于那些穿甲厚度大多是在几百毫米左右的单兵导弹来说呢，随便便可以击穿。举个例子，美国的 FGM-148标枪反坦克导弹，这款导弹是由美国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公司联合研发的，是一种实现全自动导引的反坦克导弹，主要用于精准摧毁各种坦克和装甲车辆。该导弹不仅能让士兵肩扛发射，也可以安装在轮式或者是2栖车辆上来发射，兼有反直升机能力，具有昼夜作战和发射后不管的性能。全套系统总重为22.3公斤，弹体直径为126.9毫米，弹长为1081毫米，弹重为11.8公斤。它的串联战斗部是以攻顶方式来攻击装甲目标的，拥有着750毫米的垂直破甲能力，极限射程为2500米。这样一看呢，也确实能够击穿航母的装甲，但是击穿容易，击沉难呢。不过坦克的装甲和航母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关于这一方面呢，大兵特意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他们的最大区别呢，可能就是需求不一样。目前美军现役战舰采用的钢材中呢，其中 HSLA-100 和 HY-80是美军航母所常用的钢材。第一个呢是尼米兹级航母的最后一个批次，以及福特级航母所用的钢材。第二个是尼米兹级第一批次，以及其他常规航母所用的主要钢材。仅从它们的化学成分来看的话，航母与坦克装甲的差别其实并不大，都是高强度低合金钢，也并不像网上写的那么神秘。此外呢，现代航母与坦克装甲相比，它们的防弹钢板厚度也是相差不大。至于坦克所谓的装甲厚度相当于几百毫米的说法，其实指的是在一定的倾角下，复合装甲的防御能力达到了一般军制钢板的厚度。打个比方，现今第3代主战坦克的正面装甲相当于破甲弹的650毫米破甲深度。此外，现今坦克一般都采用5层复合装甲设计，这样的装甲组合设计呢，能够有效抵御穿甲弹的射击。当敌方的穿甲弹打在坦克上之后呢，由于装甲的硬度和材质不一样，便能够消耗和削弱穿甲弹的动能。所以说650毫米的穿甲厚度指的是装甲的防弹能力相当于650毫米的厚度，
而不是指坦克本身装甲的厚度。在这方面呢，坦克和航母是不一样的。自从反舰导弹出现之后呢，现代海战方式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二战期间那种大舰巨炮、海上对轰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再加上现今各国重型导弹的巨大威力，就算是有再厚实的装甲，那也没用，顶多就是多挨一下而已。所以现在包括航母在内的战舰钢板都会在确保性能的情况下厚度适中，同时呢，以大航程为主要的发展方向，要么就是会影响到航程的远近，要么就是增强航母的抗打击能力，算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所以目前各国的船舶设计师对于航母舰体材料的问题呢，都是追求轻而薄，这样呢能够大幅度的降低舰体的重量，以此来提高燃料的利用率。所以航母的钢材根本不需要有极强的抗打击能力，够用就行了。大兵我的想法呢，就是既然单兵导弹它不能做得太大，那么当量就不够，威力来凑。也就是说，我给它换上不同的战斗装药。首先排除了 TNT， 虽然它的稳定性以及成本都足够便宜，但是威力太小了，根本就炸不了航母。而自从进入到导弹时代呢， TNT 的威力就已经不能满足各国的需求了。比 TNT 威力更大的黑索金就成为导弹装药的主流，各国的导弹战斗部装药基本上都含有黑索金的成分，有的呢是单一的黑索金，有的则是黑索金和 TNT 或者其他成分炸药的混合。大兵上面提到的标枪反坦克导弹便装有黑索金，不过黑索金依然达不到大兵的需求，所以换下一位嘉宾上场，奥克托金。该炸药呢可以说是现今最好的军用猛烈炸药了，爆炸速度9100米每秒，爆炸威力是 TNT 炸药的 1.7 倍，而且撞击感度呢也比 TNT 略高，再加上容易起爆，安定性较好，目前通常用于高威力的导弹战斗部。另外呢，由于核弹中的核裂变以及聚变反应没有高温是很难完成的，所以爆炸威力和产生能量的奥克托金就成为了首选。现今的主要核大国基本上呢都是用它来引爆现代核弹的钚合金。不过呢，目前该炸药的价格稍微有点贵，1吨价格大概是 TNT 的15到20倍。不过没问题，大兵咬咬牙就攒出来了，大不了下月吃土嘛。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呢，大兵还准备了几个备选方案。第一个呢是作为高能量密度材料典型代表的 CL-20， 该炸药呢最早是由美国的尼尔森博士在1987年制得的，这是一种新型高密度、高能量、高爆压、高爆速的拢型化合物，也是迄今为止能量最高的单质炸药了。在性能方面， CL-20 的能量输出比 HMX 高约 10%到 15%， 爆速呢能够达到9400米每秒，爆炸威力是 TNT 炸药的 1.8 倍，而且拥有良好的热力学稳定，再加上 CL-20 可以极大的改善各种兵器的性能，便被各国广泛应用于混合炸药、发射药以及推进剂的研制和合成。但是该炸药的缺点也是有的，第一呢就是成本高昂，无法由工业化大量生产；第二呢就是 CL-20 的感度较高，所以说安全性无法保证。不过没关系，大兵可是很勇的。再说了，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了，可以通过改善结晶方式、结构以及包裹钝感来改善。第二个备选方案呢，就是巴硝基利方烷，该炸药简称为 ONC， 是除了核装药以外呢，现今世界上爆炸威力最强的化学炸药了。该炸药发明于1999年，在实验时呢，当密度为 1.98 克每立方米时呢，被引爆后的爆速达到了惊人的10100米每秒。而比奥克托金炸药是高出了1000米每秒，比 CL-20 高出了700米每秒。需要知道啊，现在的导弹、手榴弹以及炮弹，大部分采用的都是 TNT 加黑索金混合成的黑 T 炸药，爆速呢仅仅有7900米每秒。要是将其战斗部装药全部都换成这个 ONC 炸药，那么一枚导弹的威力就相当于过去的2枚了。但是和上述的 CL-20 炸药一样， ONC 炸药制备工艺也是极为繁杂的，对于工艺的要求非常苛刻，所以便导致了该炸药超高的制造成本。在2000年的时候呢，每克 ONC 炸药的价格高达800美元，比那时候的黄金还要贵16.6倍。这情况呢，一直到2005年量产以后呢，才有所改变。在制造成本得到分摊的情况下， ONC 炸药的制造成本控制在了300元每克。但是就算如此，它的价格依然远远超过了黄金，也就意味着它将无法得到广泛应用。采用这个的话，感觉老兵要吃很长时间的土啊。那么最后一个备选方案就是核装药了。作为世界上最强武器的战斗部装药，怎么也得出来亮亮相吧。
而且呢，可不要觉得单兵导弹是不能用核装药的，这可不是大兵的异想天开。我这是借鉴了美国在冷战时期部署的一种无后坐力炮的炮弹，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M388 核火箭筒。它可以说是史上最小的核子武器之一了。M388 炮弹使用的是 W54 核弹头，是一种非常小的核分裂装置，重约23公斤，可以选择10吨或者20吨的当量，差不多接近一个核分裂弹头实际可用的最小尺寸和当量。能够由2种发射器发射，一种呢是120毫米的 M28，射程大约为2公里，另一种呢则是155毫米的 M29，射程达到4公里。该火箭弹的杀伤呢，主要是依靠爆炸后产生的大量核辐射，而就算是按照最低当量的设定 ，M388 依然可以在150米的范围内产生几乎立即致死的核辐射量，并且在400米范围内呢，可以产生可能致死的剂量，已经有概率击沉航母，而且就算击不沉，它的辐射呢，也不是航母成员能够承受的了，瘫痪航母那是没有一点问题的。此外，大兵给大家辟谣一点啊。常见的迷思是认为，如果没有对爆炸或者辐射的屏蔽或保护 ，W388 的使用者在接战后呢，不太可能存活。又或者认为这种武器的爆炸范围是大于它的射程，但实际上呢，虽然此武器可能会被不适任的组员射到危险近的距离，但是2个版本的最大射程都是远大于辐射、热能冲击波以及碎片会对组员造成直接伤害高危险范围的。即使在少如只有120毫米版本最大射程1半的距离，任何立即性不适反应的可能也不高。美国从1956年开始呢，共制造了2100枚 M388 核火箭，并在1961年到1971年是部署于美国陆军。另外呢，一些特殊的核子爆破武器和 AIM-26 损式导弹也采用了 W54 核弹头。这样看来呢，单兵导弹也是能用的。但是事实真的会有大兵想的那么简单吗？虽然说航母比之坦克要薄很多，但是也不是随便一款单兵导弹就能击穿的。比如说，在1967年发生在美国弗莱斯特号航母的一起舰载机事故中，当时一架装满弹药和燃油的 A4 攻击机准备起飞，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该战机呢挂载的一枚127毫米阻尼地空火箭突然呢点火发射了，击中了另外一架同样挂满弹药等待起飞的舰载机，当场便引发了强烈的爆炸。之后熊熊大火还引爆了一颗重达1000磅的航弹，引起了更加惨烈的爆炸。但是即便是受到了如此致命的打击，弗莱斯特号依旧没有沉没，所受到的伤害呢也是极小，只是爆炸位置的周围甲板有些变形。之后弗莱斯特号便是自行返回珍珠港基地的修船厂。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现代航母拥有极强的抗击打能力，就算是挨1-2枚反舰导弹，估计也不会有啥太大的伤害，那更别说那些普通的单兵导弹了。如果是一艘现代航母，击沉它的难度可能超乎你的想象，这点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小鹰级航母。该级航母呢是美国2战之后建造的一型常规动力航空母舰。虽然在建造小鹰的时候，美国已经研制出了企业号核动力航母，但是由于当时核动力航母的造价太高了，所以还是建造了4艘小鹰级航母，其中第3艘被命名为美国号，最早在1965年服役。在经历了30年的军中生涯之后呢，美国号在1996年退役，并被封存在费城的军港中。而时间来到2005年，美军为了进行航母性能和击沉的实验，最终决定对这艘退役的航母进行实弹攻击。当时呢，为了击沉这艘航母，美军可以说是动用了除了核武器之外手头一切的打击手段了。对于这艘已经成为空架子的航母进行全方位的轰炸，包括导弹定点轰炸、飞机投弹以及水底的潜艇鱼雷等等，将这艘航母变成了海上的一个大型火力实验场。但是令美军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啊，就算是遭受了这样的狂轰滥炸，美军也没能够将这艘航母给炸沉。在取得了想要的各项实验数据后呢，美军也感到心满意足了。最后呢，就引爆了提前安装在美国号密封舱内的 C4 炸药，这才让它沉入了海底。在场的官兵也向这艘功勋卓著的航母敬礼。所以现代战争中想要击沉一艘航母，远比想象中难。
现今的航母呢，不仅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防护装甲，而且还是世界上防沉能力最强的舰体。在历史当中呢，自打航母出现以来，大多数航母被击沉那都是在2战期间，而且几乎所有的航母在失去航行能力、损失战斗力之后，还都能在水上漂浮1-2天。有的时候呢，往往还需要己方发射鱼雷来进行补刀，为的就是防止被敌方得到。这就要从航母的舰体构造上来说了。它的舰体呢，大多数采用了模块化隔离设计，再加上这部分被建造的异常坚固和厚实，以及设计有反鱼雷空间。用简单的话表述，就是航母的水下部分船体是双壳结构，外层船体能够吸收很大一部分破坏的能量。另外就是反鱼雷空间，当航母被敌方鱼雷击中时，反鱼雷外层的龙骨便会分散爆炸的能量。所以老铁们时常会发现航母被一个大水炮抬升到空中，再重新落回海里，所以这种单次爆炸大概率是不能击穿航母的。再加上内层船体设置了许多的水密小隔间，每个水密舱门呢都能够完全将其隔开，即便是鱼雷和炸弹炸开了外层船体，被破坏区域的水密舱当即就能完全密封，不让海水涌入其他舱室，以此来保证航母的正常作战能力。曾经在美军的一次核试验中，26000吨的阿肯色号距离阵中仅有230米左右，爆炸产生的气浪和水波直接将其送到了几米高的空中，但是之后呢，却依然存活了下来。到了现今，美军最强的福特级航母，它的满载排水量已经达到了11.2万吨。就在2021年6月，美军便在自家东海岸对福特号进行了一次全舰冲击实验。根据后续公布的数据来看呢，大约1.81万吨的炸药在航母附近引爆，从海洋中喷出了巨大的水柱。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在佛罗里达海岸外的大西洋，差不多相当于3.9级地震了。至于用核武器直接攻击航母，这一点呢，美国在1946年测试过，测试目标便是弗莱斯特级的独立号航母，基本属于是小型航母。当时美军使用的是 Mk23A 型原子弹，在它距离800米的地方呢发射了原子弹，结果是什么？航母基本上是被炸得体无完肤，但是却依然屹立在海面上，是相当牛皮。另外呢，航母可不是在单打独斗，它最厉害的地方呢，还是围绕在周围的航母战斗群，基本上没有办法靠近航母。所以就算是单兵导弹威力再大，以它那几千米的射程，估计大兵可能还没看见航母，就被周围的舰船给干翻了。所以说，单兵导弹击沉航母根本不可能，大兵我还是洗洗睡吧。那么大家有没有什么可以击沉航母的办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有纰漏，也欢迎各位指出。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武器，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大兵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